直落，对。这个是骨盆，这是后倾还是前倾？它的面在这边，正面在这边，这是后倾还是后倾吗？哎，你觉不觉得你有一点后倾？本来就有一点，就我要特别把它摆正，我可能才能开始。对，所以你先要找到你的。找到你，它正不正跟什么有关系哈？跟你这边的感觉，就是你上身的重量，你上身的重量跟腿之间的那个感觉，你摆正了，你上身的重量到腿，它是一个垂直正垂直的一个力量嘛。你任何的不正，你到腿这个地方，到髋关节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到它会斜往前或者斜往后，晓得吗？所以你找正就是活动一下你的关节，就是找到你上身的力量，它是直的通过你的腿到地，这个就正了。啊，像你现在还是有一点后倾嘛，是不是？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去感觉你的属膝跟观察属膝，你后倾属膝它一定是开的。所以开的时候呢，你松掉，你把属膝它会稍微往内收，也不是这个样子，就是你从这边放松开的，你松掉臀部，松掉这边，它会回来一点，再感觉你上身的重量到腿的方向啊。所以属膝它也不是往前开，也不是往后压，它就是在这个正，可是它有一点点往内收。所以它叫膝嘛，它的膝是什么？属膝就是老鼠走的那个小路嘛，所以它是一个隐藏的路，所以我们正常状态下，这个地方这条路它是从上往下嘛，是不是斜下去的嘛？它是一个隐藏的路，所以它不应该是开的，听不懂？所以你让它变成一个隐藏的，上面是开的，上面是看得到的，下面越往下面越看不到，它越往内走，听不懂？所以从属膝来看啊，属膝来看也可以。好，来，我们来做一个，来往前站。我们做一个骑马步的起落哈，不一定要低，但是你要什么？你要去感觉你的骨盆它是不是正？当你放低的时候，感觉你的骨盆的位置有没有变？有没有前后？啊，感觉你属膝的折叠啊。好，来，我们先来并腿。调息。好，现在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啊，当我们做一个，你看哈，当我们这个起来的时候，当我们这个吸的时候，你的身体啊就拉起来啊。这个地方，这时候属膝这个地方呢，跟我刚才讲上甩手那个是一样的，这个地方会往上提。当我们吸气的时候，这个上来的时候，这个地方会往上提，属膝就会有一点往内收，可是臀部不要往后，所以你的肩椎要往下拉啊。新同学有没有听过我讲那个底下的三个点啊？有吗？我有。你有吗？大概没有。就我们底下啊，我们讲围绕着会阴好了吧？有3个点。第一个点是什么？第一个点是肩椎的延伸点，肩椎哦，不是尾椎啊，肩椎的点。第2个点跟第3个点是什么？就是我们讲那个当那个起点，就你的大腿
跟骨盆之间最底下最低的最低的点，就是我们的大腿，这是大腿的内侧嘛，这是大腿的后侧，大腿的内侧跟后侧往上去，它们交接点那个交接点也跟骨盆交接，这2个点是3个点。然后这3个点呢，这3个点，当我们在做这些马步什么动作的时候，这3个点要往会阴聚拢，要往会阴聚拢，所以它是这3个点是这样子的。那你如果是往后的，你变成这2个点在这边，肩椎这个点往后了，它就开了或者你的骨盆没有正，它变成这个样子了这个样子了，它又没正。所以正的是什么？你就去感觉到，第一个你要感觉到这3个点第二个，当我们在蹲下去的时候，当我们落下去的时候或者站着的时候，我要收拢，是那3个点一收，那3个点一收，你觉得会阴那个地方它被拖起来了，所以会阴往上不是会阴本身用力，你会阴本身用力，那个地方就变紧了，紧了以后它就变死了，它不是，它是被拖起来的。会阴那个起来是被那个叫什么底盆肌，是不是？骨盆底肌，就骨盆下面有一块肌肉也很强，它呼应到上面的横膈膜肌上面是横膈膜比较大的底下的骨盆底肌是比较小的，可是这2个都跟呼吸有关系，都跟气有关系。他们2个就像什么？他们2个就像他们2个有这样的关系，或者有这样的关系，有这样的关系，或者有它不动，有这样的关系所以我们这个区域横膈膜到骨盆底肌到这里这个区域周边还有什么？周边还有这个空间，周边有这个空间，所以当我们要去练呼吸的时候你要去决定你是要让横的多，因为当我们横的多的时候，上下什么？上下就是往内收，上下就是这样子收的嘛，是不是这样子？可是我们如果要练中气的话，我们要集中在中央的时候呢，你就周边要束，然后去练什么？去练上下这2个肌，它的起落。所以这2个要练得很强，这2个要练得很强一般横膈膜比较好练横膈膜我们呼吸做强力的呼吸，你就能练到它。骨盆底肌比较难练，比较难练像你们人小便的时候，你大概会感觉到它，是不是这样子？我教你们这样子的时候，一挤你会感觉到底下中央那个肌肉的存在那块肌肉的活动，我们就是用这3个点。用这3个点来控制它，因为你也不能让它太紧太用力也不能让它太松太松气就泄了所以有很多我们年纪大了或者中年以后就是底下那个骨盆底肌慢慢松了，慢慢松了，它没有力量了所以有很多中老年的那个身体的问题，身体问题就出来了我再多讲一点，可能有些新同学没听过，就是我们的生命能量不光是我们生物的生命能量都是从下往上的，只要是面对太阳的当然你说根它往下的是不是只要是地表有太阳的生物，它的生命能量
都是由下往上发展的啊。所以你看，一开始小孩子小东西生下来，它都是什么？它都是上面一直要动，它一直要动，一直它的里面的能量就让它有想要什么，想要往上的那个欲望在，那个是力量驱动它，那是力量驱动它啊。所以我们把我们的生命能量想象成什么？想象成是一个喷泉。有些人的生命能量多，有些人的生命能量少，或者我们讲有些人的生命能量强，有些人的弱。所以喷起来的高度，每个人是不一样的。那这个高度是什么？这个高度就是你从一开始生下来到成长期、青春期，你到什么阶段，然后你到那个高度以后呢，它就会往下落了。这个高度每个人不一样。但是现在大概平均就是大概在30岁、35岁之间啊，所以在道家的养生或者练武，怎么延长这个？怎么延长它往上的这个高度？或者说我们怎么延长它停留在那个高度的时间长一点啊？如果是一个喷泉，我要那个喷泉变高，有几种方式啊？底部加压是一个方式。第二个呢？啊？口径变小，只有这2个方式。底部加压的方式。就是修炼什么？修炼先天气，把它变强，把那个气变强。管径变小是什么？就是让我们修静，就是烦扰的事情尽量少，烦恼的事情尽量少，外面来的资讯尽量少，你要处理的东西尽量少。你进来的东西越多，你越需要更大的管径，是不是？你的管径越大，那个水的压力就越小。只有这2条路那练武一开始是练什么？是练底下的压力，是让底下能够保证它什么？那个底下的能量是往上走的。那年轻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不用考虑，因为它自然是往上走。除非有一些他是先天很弱的孩子，生下来你看他那个手指啊、脚啊，他不够饱满。你看那个健康的孩子生下来，那个手跟脚好像都要胀破了一样，是不是？那个生命力非常的饱满。有些生下来就没有那么饱满，表示他先天的能量比较差啊。所以我们要增加那个压力，保持到什么？保持到那个能量，它在我们的身体它是饱满的啊，它是饱满的。那让它不饱满，它会变成不饱满，由生下来的饱满变成不饱满。当然原因是什么？是我们后天的使用，我们后天使用的太随便啊，把能量花在一些不值得花或者不需要的地方，能量当然就变弱了啊。所以这个又跟刚才那个让管径变细有关的。那在生理上面最重要的一关是什么？就是会阴那个地方，就是你的骨盆底肌能不能保持到弹性，保持到它应该有的强度。当我们立正站好，人有精神的时候，立正站好，这个地方一定是收的，它往上的嘛，是不是这样子？人一没精神了，或者你喝醉酒了，或者你做了一天工作很疲劳了，你这个地方散掉的姿态是什么？就是这样子的，就这样子的，沙发上面这样一躺，这边就散掉。
就是人很累的时候，就这边就散掉了啊。所以你要它回来，你要它不散掉啊，你就坐正，一收。我教你们把那个大腿收到骨盆里去，就是在收那个啊。你一收起来，哎，力量往上走了啊。你就算是在跟别人打麻将，打了4小时了，人家在麻将桌上面都变成这个样子了，你一收，哎，你的精神来了，你的头脑就比别人强。我曾经在一个邮轮上面待过一个 VIP 的那个 casino。他们是什么？他们是上了桌就不下来的。早餐、中餐、晚餐，除了上厕所，一整天在那个在牌桌上。尤其是有一些邮轮，它是那个赌局，它是到了公海才能开嘛。比方离开台湾了，在外海，然后下一个比较到日本啊，到哪边去，它只有在公海的这段时间才可以赌，才可以开，所以这段时间他们都不离开牌桌的，所以你会发现到这些邮轮在公海这段时间啊，它的行程特别慢。好。